商务饭局上，男友谢景城的助理姗姗来迟，一进门就指着我的衣服开口说话。沈总，小香风是小三风，这是正经饭局，您这样穿不好吧？您刚加的3仙包也是想强调您第三者的身份吗？现场一片哗然，我转头看向谢景城，他却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，开口说话。小姑娘开个玩笑而已，你别在意。我莞尔一笑，直接放下手中的笔。好啊，那这笔价值3亿的合作订单我不签了，3这个字我不喜欢。明亮的灯光下，谢景城面容冷淡，眼神里带着警告。沈繁星，这是整整3亿，不是在玩过家家。我顺着他的话接下去，正是因为3亿我才不能签，只是一件衣服一道菜。他的助理就说我在当小三，这合同一签，自己岂不是要真的遗臭万年？我拾起桌上的合同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果断撕开，照着谢景城的脸甩了过去。谢景城公司的人都急了起来，纷纷劝我有误会坐下来慢慢谈，别伤了和气。他的助理唐雨薇眼眶一红，伸手去抢酒杯，说都是自己说错了话，要自罚3杯，求我不要让谢景城为难，是我的错。他仰头就要喝酒，嘴唇还没碰到杯沿，就被谢景城一把夺去了手中的酒杯。你疯了？你忘了自己酒精过敏会出人命的吗？谢景城厉声开口，他将唐雨薇紧紧搂在怀里，细声细语哄着，查看他有没有出现过敏的症状。我平静地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泛起淡淡的苦涩。我一直对芒果严重过敏，一口就可能丧命。可酒宴开始前，他却选了芒果布丁作为餐前甜品，只因那是唐雨薇最爱。谢景城打断了我的回忆，怨恨地看着我，让我赶快把合同重新打一份签好。他要送唐雨薇去医院，别耽误时间。谢景城公司的其他人也纷纷打起圆场，说只是一句玩笑话，让我先冷静下来，把合作谈好，别因小事耽误了项目。方才出去打电话的女经理徐钊走进来，奇怪地看向包厢里的场景，询问发生了什么。我笑着跟徐钊说，方才看他喜欢3仙包，就多点了一份。谢总公司的人却说这道菜是在暗示我们是第三者。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。徐钊的丈夫前段时间刚出轨，最恨小三。徐钊冷冷一笑，拿起包开口说话，那确实没必要再合作了，我们有备选方案，也不是非明达不可。沈总，我们走吧。徐钊转身就出了门，我立刻跟上。包厢里瞬间响起一片挽留声，一群人焦急不已，众人埋怨地看向站在原地的唐雨薇。谢景城脸色难看，却依旧无条件地回护唐雨薇。谢景城说这事和他没关系，是我胡搅蛮缠。他帮唐雨薇擦干净眼泪后，才不紧不慢追出包厢。谢景城快步追上来，一把攥起了我的手。微微只是开了个玩笑，你到底要上纲上线到什么时候？我猛然挥开他的手，笑意未达眼底。玩笑，谢景城，当年你可是因为那些男人的一句玩笑就要和他们拼命的。谢景城的脸上闪过一瞬的正愣，那是我和他相恋的第1年，酒局上的一个男人对我说了几句荤话，手还未碰到我的裙子就被谢景城打进了医院。当初的他年轻又莽撞，却将我当作珍宝，不容许任何人伤害我。我们一起走过5年时光，虽然身处不同公司，却始终相互扶持，不曾放开彼此的手，直到今日能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，以领导者的身份谈合作。事业有成，感情也到了该修成正果的时候，可偏偏唐雨薇出现了，一次又一次的挑衅，一次又一次的越界。谢景城都视而不见，他总说小姑娘年轻，很像他当年遇到我的样子，所以他不忍心责罚我，一次又一次的骗自己，一次又一次的忽视原谅，直到今夜我终于清醒，他早就不再是我爱的那个谢景城了。谢景城忽然出声，谢景城说不一样，那些男人是不怀好心，可能伤害到我，而唐雨薇只是个小姑娘，是无心的，对我造不成什么伤害。我嗤笑一声，点了点头。我说自己当然没把他那点不入流的小伎俩当成伤害。我说我只是听他的话，规避一切和3有关的元素，免得给你丢脸啊。我拉开车门，坐进了另一辆车。谢景城一手撑住车门，提醒我这个项目有时效性，再拖下去影响到项目收益，3亿的损失我赔不起。他直起身，志满意得的对我发号施令。谢景城说，明天去我公司签合同，然后给微微道歉，否则过时不候。车门关上，我看着他胜券在握的样子，思绪没有半分起伏。3亿，那我还真赔得起。第2天，我正在和徐钊商谈下一步合作计划时，他忽然面色震惊，将手机推到了我的面前。徐钊说，繁星，有人发帖说你是知3当3。我低下头，看到的是一个写着我大名的帖子，标题是晨星集团女高管上了老总的床，就是任性。3亿的单子说不谈就不谈，留下苦命打工人擦屁股。帖子下方赫然是我昨天撕掉合同的监控片段，监控视频拍得还挺清晰，完全可以看到我的正脸。而这个帖子都已经传到徐钊手里，可见讨论度之高。帖子下面满是谩骂声，有人认出我是新提拔的总经理，议论我这么年轻就能上位。帖子内容恐怕不假，还有人恶意揣测我背地里上过多少男上司的床才能走到今天，更有人指责我不顾员工的心血，说不签就不签，是小人得志，让人恶心。一片谩骂声中，共事过的同事也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，但很明显这个帖子被买了水军，正向评论都被删掉了。徐钊有些担心地看向我，问我需不需要先处理私事。我摆摆手说这些都是小问题，今天来谈要紧事的。我提出新的合作商，想谈慕云，询问他的意见。话音未落，徐钊就有些惊讶地发出疑问，问是不是海外的那个慕云科技。慕云是世界顶级，明达在他面前根本排不上号，只是不确定能谈下来。我从容回应，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，就看徐总愿不愿意和我出国一起谈。徐钊是业内出了名的女强人，听我这样说，当即就应了下来，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迟疑。等我与他告别，再次
次举起手机时，关于我的帖子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唐雨薇被曝光的18张高清聊天记录。聊天记录里全是她对同事的造谣和辱骂，嘲讽人事的小李长得丑，还穿短裙上班，发骚给谁看？吐槽技术部的张总皮肤松弛，还化妆，男人看了做噩梦。辱骂财务的陈姐天天夹着嗓子说话，听了就恶心，说不知道刚从哪个男人床上下来，言语不堪入目。我微笑着看了几眼，关上手机，屏蔽了谢景城的电话。6天后，我处理好手上的所有事情，心情愉悦回到家，刚进门就看到客厅地毯散落着一件女士蕾丝内衣。推开门的瞬间，一股甜腻刺鼻的女士香水味扑面而来，客厅里一片狼藉，浅色地毯上散落着细长的发绳，半件蕾丝内衣，角落里的花瓶被换成了粉嫩俗气的玫瑰，那是我从不会买的款式，刺眼的要命。谢景城从卧室里慢条斯理地走出来，看到我时脸色骤然一僵，不等我开口质问，他便先发制人，上前一步指着我厉声斥责：沈繁星，你知不知道微微看到那些消息后被同事指指点点，当众羞辱，差点就跳楼了。我警告你，我绝不会再让你伤害她分毫。他猛地将一份崭新的合同甩在我脚边，语气冰冷，让我立刻签了合同，然后去给唐雨薇磕头道歉。因为你，微微至今愧疚的吃不下睡不着，她现在在卧室休息，等她醒了，你亲自下厨给她做一碗红枣羹补气血，好好赔罪。我被他这番颠倒黑白的话气得几乎发笑，弯腰捡起合同，看都没看便直接扔进了垃圾桶，转身走向卧室。谢景城立刻痛心疾首地追上来，死死挡在门口，质问我到底闹够了没有？唐雨薇都被我害成那样了，我还不肯罢休，骂我心肠恶毒。我只觉得荒谬至极，我害了她。唐雨薇的聊天记录里哪一句是假，哪一件是我编造？她死死堵在卧室门口，命令我不准惊扰里面的人，有什么话在外面说就行。我冷冷抬眼，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。谢景城，明天我就要出国，这次回来只是收拾行李。我将一张单子扔在他面前，顺便也过来通知你，我们结束了。纸张缓缓飘落，人工流产报告单几个大字映入他的眼里。谢景城脸上的愤怒与指责瞬间僵住，血色一点点褪去。孩子还不到3个月，我的身体素质比较好，做完手术3天后就正常工作了。既然决定结束，那我就不会留下任何阻碍。谢景城的手剧烈颤抖起来，说这张单子是假的。我随他怎么想，提着行李箱要走。这时唐雨薇跌跌撞撞从卧室里冲了出来，直接跪倒在我的身前。沈总，是我一时心直口快才惹你生气的，你要惩罚我可以，不要让景城为难了。他拼命朝我磕起头，哭得梨花带雨，额角很快流出鲜血。在唐雨薇晕过去的那一刻，谢景城狠狠瞪了我一眼。谢景城将他打横抱起，冲出门，而我慢悠悠地坐上前往机场的车。飞机起飞，关闭手机前，我收到了唐雨薇的消息，是一张图片，上面是妊娠3月的检查单。我付之一笑，拉黑了这个号码。1周紧锣密鼓的谈判结束，我和徐钊回国，一落地就各自赶回公司，准备部署接下来的工作。而在公司门口，我却遇见了唐雨薇和谢景城。沈繁星，我最后给你一次签合同的机会，微微的孩子我也会留下，她孤身一人，我不能推卸责任。只要你签了合同，我保证她以后不会威胁到你的地位。我浅浅一笑，打断了他的话。谢景城，我已经找到新的合作商，丢掉项目的人是你。谢景城嗤笑一声，不信我说的话，他威胁我，如果我非要一意孤行，他就把我犯的错误一五一十说给贵公司董事听。行呀，正好我也有事找董事长，一起吧。一进办公室，还未等我开口，谢景城就迫不及待地告起了状。谢景城说的口干舌燥，却只能对上一张平静无波的脸。杨林微微一笑，问我那个订单是不是不喜欢。听到这话，谢景城骤然一愣，我点点头，说不喜欢3这个数字，偏偏订单写着3亿，所以我就不签了。杨林无奈又纵容地笑了笑，不签就不签了，3亿而已，不差这些。我走过去，伸手挽起了他的手。不过这个项目我还是很看好的，所以找了别的合作伙伴。我将那份新的合同轻轻放在了桌上。爸，您帮女儿参谋参谋，这个慕云科技合不合适，您帮我看看就知道了。办公室里一片寂静，在场的几乎都是晨星集团的高层，许多人都知道我的身份，唯有谢景城在听到我的那一句称呼后，谢景城脸色骤白，如同断了线的木偶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他嘴里不停念叨着怎么可能，整个人陷入了极致的震惊与慌乱。他猛然抬起手指着我，满脸不敢置信地质问我。他质问我怎么可能是杨董的女儿。他仿佛失心疯一般冲过来抓起那份文件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。他反复念叨着不可能，质疑我只是晨星名下一个子公司的经理，慕云科技不可能和我合作。他转头对着我父亲大喊说这份合同绝对是假的。他指责我骗了董事长，造了份假合同来蒙骗他。大门被推开，慕云科技的董事长缓缓走进来。慕云科技董事长似笑非笑地看着谢景城，他反问谢景城怎么不知道慕云公司的公章还有假的。我站在父亲身后与他相视一笑，喊了一声肖叔叔。谢景城脸上血色尽失，一句话也吐不出来了。肖叔叔与父亲是旧相识，彼此并不拘束，只是简单握了握手。他跟父亲解释路上有事耽搁了一点，可还没等他们坐下，一个微弱的女声就响了起来。唐雨薇的眼神仿佛淬了毒，看着我一字一句的开口。唐雨薇跟谢景城说，我说的没错，我早就抛下他和别人在一起了。他恶意造谣我一边认别人当干爹，叫得亲热，他造谣我一边出卖身体去和另一个老男人换合
合同。他说难怪我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他竟然到现在还觉得那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，还要造我的黄谣。肖叔叔眉头紧锁，转头问我父亲这是不是他公司的人。他说如果不是的话，就要替父亲教训教训这只满嘴污言秽语的蠢货了。父亲淡淡的摇了摇头，肖叔叔随即大手一挥，唐雨薇直接就被保镖摁倒在地。唐雨薇的脸上终于出现畏惧的神色，挣扎着喊让他们放开自己。只可惜还没喊出下半句，保镖戴着手套的手就狠狠甩到了他的脸上，手套上有一层金属的保护层，从唐雨薇的面颊划过，顷刻间就让他破了相，脸上留下了深深的血痕。唐雨薇发出刺耳的尖叫，哭喊着让谢景城救她，巴掌声不绝于耳。谢景城也被摁倒在地，他根本无法近唐雨薇的身，只能在一旁无能嘶吼。父亲淡淡开口说，听说这个女人还在公司造过我的黄谣，也确实该给点教训了。谢景城仿佛已经失了神，口中不停的喃喃自语，不敢相信我竟然是董事长的亲女儿。我坦然一笑，跟他解释我和母亲姓，他不知道很正常。我说明父亲为人低调，派我到国内的子公司历练，所以才隐瞒了身份。肖叔叔乐呵呵的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跟父亲说，这次我可算是让他刮目相看了。他说他家那小子和我谈完合作回去后一个劲的夸我，说我早该去总部了，怎么还待在国内。他让父亲好好规划日子，别埋没了我女儿的才华。父亲欣慰的看了我一眼，对他点了点头。父亲说这次回国也是看我历练的差不多了，准备带我回总部继续发展。他还说正好我那个项目和慕云谈了合作，未来一段时间回总部会比较方便。肖叔叔的儿子肖岩正是此次与我谈合作的慕云科技现任总经理，他与我也算自幼相识，洽谈过程中很是合拍，所以也很快定下了项目。我扫了一眼伏在地上双颊高高肿起的唐雨薇，她连惨叫都无法再发出。我露出一个得体的笑，我跟父亲和肖叔叔说已经订好了餐厅，先吃个便饭再叙旧，别被这些人扰乱了兴致。我让他们别被这些无足轻重的人扰乱了兴致。我又故作关切地看向谢景城，提醒他唐助理的情况。唐助理不是还怀着孕吗？赶紧送去医院看看。我特意补充了一句，别把孩子扇没了。我迎着谢景城怨毒的目光，平静地走出办公室。没想到我刚走到地下停车场，谢景城就追了出来。谢景城一把拉住我的手，喊着我的名字，说我耍他。他的脸上交织着愤怒与不甘，几乎是对我吼了出来。他质问我是不是早就料到有这一天，早就想整他了。他嘲讽我晨星集团董事长独女，好大的面子。他喘着粗气，像是一只狼狈的落水狗，对着我无能狂吠。他骂我滥用职权，把整个公司都当成玩物，连他也是。他质问我3亿在我眼里连眼都不眨，那他在我眼里是不是也不值一提，可以随意被抛弃？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以什么立场对我说出这些话的。颠倒黑白，倒打一耙，胡搅蛮缠，原来这才是他原形毕露的样子。谢景城，我要是真的想玩弄你，你以为你会有机会和我谈5年的恋爱吗？他目光呆滞，整个人像被无形的钉子钉在了原地。我反问他，不会真的以为一个项目就能让他破格提拔？他这样出身背景的人能爬到今天这个位置吧？我有些怜悯地看着他，跟他说要向上爬，实力和机遇缺一不可。我告诉他，没有我父亲在他上司面前夸的那几句话，他以为这个位置会给他。谢景城的肩膀剧烈颤抖起来，不可置信地后退了一步。我跟他说，方才他也听到了，我只是被父亲下派到子公司历练，时间一到就会回总部。我唇角微勾，慢慢跟他说，3亿的订单算什么？如果我们顺利订婚，他会得到一份晨星海外总部的入职邀请。我又百无聊赖的补充，不过现在在我眼里，他早就连玩物都算不上了。我告诉他，他只是一袋我扔掉的垃圾。我不再与他多话，转身朝父亲的车走去。谢景城似乎终于意识到我是真的在和他分手。1周之前，哪怕我把流产的单子放在他的面前，他都觉得我只是在和他赌气。他怎么也不敢相信我会和他断得这么干净。他连忙喊住我，让我别走，急着跟我解释唐雨薇的事情。他说那个孩子只是个意外，是他们喝了酒才发生的。他的剖白还未说完，话里的主人公就从门口跑了出来。唐雨薇带着一脸可怖的伤痕跪在他的面前，喊着他的名字。他捂着小腹，说自己肚子好疼，宝宝可能会有事，让他快送自己去医院。今天早上还抱着唐雨薇，信誓旦旦的和他保证会照顾好他们母子的男人，忽然就变了脸。他一把甩开唐雨薇的拉扯，让他别拉自己。他看着唐雨薇，第一次觉得这个女人让他如此烦恼。他难得开始质问他为什么要在饭局上说那些话，他骂都是他的错，现在一切都毁了。唐雨薇怔怔的看着他癫狂的样子，小腹的疼痛让他再也无法忍受。他尖声反驳，说自己没说错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，我才是那个小三。他戳破了谢景城的谎言，说他早就烦我了，和他说过多少次，他才是他最喜欢的女孩类型。他质问他，现在又装什么深情？谢景城如遭雷击，站在原地，头疼欲裂。他开始扪心自问，他真的爱唐雨薇吗？他承认，在他刚刚出现的时候，他确实被她吸引了，被她身上那股天真清纯的味道所吸引。可他也只是将她当成年轻时我的替代品，从未想过与我分手。他失了魂似的低语着，说自己没有爱过唐雨薇。他失了魂似的低语着，说自己只爱过我。他说自己只是被他迷惑了，爱的人只有我，他要把我追回来。他不顾唐雨薇的哀求，直接冲到车里，准备追到我的身边，和我好好解释。可还没等他发动汽车，一阵电话铃就响了起来。电话里上级领导的怒吼声几乎要穿破耳膜。领导质问他都干了什么，骂他不是说合同一定会拿下吗？领导说现在不仅没有合同，好几个项目的合作伙伴变卦了。合作伙伴忽然全部变卦，直接取消了合作。领导让他马上滚回公司，带着自己的东西滚出去。谢景城几乎算是连滚带爬的进了公司董事长的办公室。他站在原地被一众高层指着鼻子骂了整整3个小时。他站在原地被一众高层骂了3个小时，而他百口莫辩。这个项
项目本身就是他与上级夸下海口，说我是他的女朋友，只要有合作一定会优先给他们。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能将这个项目收入囊中，而没想到最终的结局不仅是丢了项目，还直接得罪了陈星和慕云2尊大佛。他们旗下的其他国内企业有和明达在接触合作的项目全部终止。明达的股市一个早上被摆布的差点跌停，直到他们宣布已经将谢景城扫地出门，才堪堪保住了公司的壳子。可即便如此，谢景城带来的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。他带着自己的东西走出办公室回到家，还未开门就被人套着麻袋暴打了一顿。而这种生活才刚刚开始，之后他投出的简历全部石沉大海，没有一家正规大型的企业愿意聘他。他在一夕之间背上巨额债务，成了一个无业游民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疯狂地打我的电话，试图与我见面。他苦苦哀求，求我和我的父亲放过他。可我早就随父亲乘坐专机飞往国外，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，再也没听过他的任何消息。与慕云科技的项目开工在即，我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应付一个一文不值的前男友。之后的整整3个月里，与我交集最多的人，除了在国内与我配合的徐钊，就是萧炎。我们年少时也曾是朋友，只是后来我随着父亲去了另一个国家，与他断了联系。直到今日在生意场上再相逢，才发觉彼此擅长的领域居然奇异的重合在一起，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。在谈判桌上，我们是对手，也是合作伙伴，可在生活中却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。萧炎早已不再是屁颠屁颠跟在我身后叫姐姐的那个小男孩，相反，他长了一张很对我胃口的英俊面孔，站在我身前时，时常令我恍惚不已。而我也看出来，他对我渐渐不再是朋友那么简单，只是我刚从一段感情中脱身，暂时没办法那么快再接受一个新的恋人，所以还是顺其自然，不曾挑破那张窗户纸。刚和萧炎从滨海岸散步回来的我，接到了好友的电话，他兴奋地打探我和萧炎的进展，说谁说青梅竹马比不过天降，在他看来，我们门当户对，比那个谢景城不知道好多少倍。他又说起谢景城，语气里满是厌恶，告诉我谢景城已经和唐雨薇那个绿茶女结婚了。我将萧炎送我的花小心地放进花瓶，轻笑一声回应，我说那挺好的，唐雨薇不是还怀着孕吗？也算对她负责了。好友连忙跟我解释，说她根本不是自愿的，是被逼的。他压低声音跟我说，唐雨薇去他家楼下拉了横幅，说他是职场性骚扰强奸他才有的孩子。谢景城原本下定决心要和他断了，可他这么一闹，他更找不到工作了，只能妥协。好友感慨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他们现在是蛇鼠一窝，坏到一块去了，都是报应。我的手一顿，倒还真没想到故事后续的发展这么精彩。不过我倒也没有细想，毕竟这2个人早就是我生命中的过客，不值得我再为他们费心费神。半个月后，徐钊的公司有新的项目进展，需要我到场详谈，于是我难得飞回国内，出了个小差。而谢景城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我和徐钊见面的餐厅，竟然捧了一束玫瑰，站在餐厅门口求我给他10分钟。他语气晦涩地跟我说，10分钟就10分钟，他说就当是用我们那5年的感情换来的10分钟，他只是想和我说说话，问我好不好。谢景城在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不停地和我忏悔，说他对不起我，说他不想与我分开，他说自己已经一无所有，已经认识到了错误，未来绝对不会再犯。他声泪俱下地跟我保证，只要我愿意，哪怕是头破血流，他也会和唐雨薇离婚。他说孩子他也不要了，一定会处理好，让我相信他。我平静地打断了他的誓言，喊了他的名字。我跟他说，如果唐雨薇第一次挑衅我的时候，他有如今这么果决，想来我们也不会分手。我告诉他，他知道吗？唐雨薇拿着他的手机接我的电话，耀武扬威地教育我的那个夜晚，是我外婆刚刚离世的时候。谢景城像突然被卡住了喉咙，几乎要喘不过气了。那一天外婆离世，我没能赶得上见他最后一面，国内公司又有业务出了问题，我只能通宵飞回，心力交瘁。那时我给谢景城打了一个电话，只是想听听他的声音，和他说几句话。可接电话的人是唐雨薇，唐雨薇在电话里跟我说，让我别这么着急打电话，谢总今天开心喝醉了，现在正躺在他家休息。他还说谢总刚才吐槽我的控制欲太强，他难得有时间放纵，让我不要再打扰他。尽管谢景城第2天就打电话和我解释，不痛不痒地斥责了几句唐雨薇，还给我买了价值不菲的礼物赔罪，但那一刻我知道我和他已经覆水难收了。我跟他说，过去没有做到的事，未来哪怕再做1000万遍，也没有人会相信了。我让他不要再痴人说梦了，我让他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玷污我的眼睛。他疯了般追上来，泪流满面地喊着我的名字。他质问我，明明爱过他，我们明明相爱了5年，在我眼里就这样不值一提了吗？他还在不停求我，只要我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绝对不会再犯错。我刚要回头将谢景城赶走，脖颈间却忽然一暖，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萧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的身后，他将围巾解下，绕在我的颈间，对我温和一笑。他问我，这么冷的天怎么只穿了一件薄外套？我惊喜地问他，怎么也过来了？还未等萧炎说话，谢景城就不管不顾地打断了我们。他质问我，他是谁？他问我是不是已经找到新的恋人了？他脸色铁青，双拳紧握，指着我们怒吼。他说我本来就看不上他，一开始就不会和他在一起。他说这才是和我门当户对的男人，我从来都看不起他。他说我只是把他当成一块垫脚石。他颠三倒四地自言自语着，一会说我凉薄无情，一会狠狠地扇自己的巴掌，说他自己是废物。而我看着他滑稽的表演，面无表情地开了口，一个恶毒愚蠢，一个自私贪婪，你们很是般配呢。谢景城仿佛被这句话钉死在了原地。萧炎拉住我的手跟我说，不和他废话了。他说自己好久没有回国了，让我带他看看这里的夜色。晚风拂过，谢景城看着我和萧炎的背影，他跌坐在地，任凭自己被悔恨淹没。只差一点，只差一点，站在沈繁星身边的人就是他。可现在他知道我永远不会再多看他一眼了，他们之间的一切被他亲手终结。
结了。他买了一打酒，喝得烂醉，摇摇晃晃地回到了租的公寓。而一打开门，他竟然看到自己原公司的上司坐在公寓的沙发上，和唐雨薇搂抱在一起。唐雨薇娇嗲的声音响起，喊着周总，问他到底什么时候带走自己。他说自己一点也不想和这个废物住在一起了。那个被称为周总的中年男人跟他说，等自己和家里那个黄脸婆离婚了，离婚之后就把他和孩子接过去。他还调侃他说，看他和谢景城也是蜜里调油的，他那么年轻，想来他也是乐在其中吧。唐雨薇当即将谢景城批得一无是处，说年轻有什么用？就算年轻又如何？还不是个穷光蛋。他说自己之前是看他年轻又有前途，才想着和他凑合一下，可他现在自身难保，自己怎么可能再和他待在一起？既然他没有怀疑这个孩子，那自己肯定要抓着这个把柄，榨干他最后一点价值。反正周总也还没离婚，正好让他再伺候自己一段时间，两全其美。谢景城一声怒吼从门口传来，沙发上的两个人都被吓了一跳，齐齐扭头看来。唐雨薇慌乱地爬起来，震惊地问他，不是说今晚不回来吗？谢景城表情狰狞地向他走来，双目赤红，质问他孩子到底是谁的。唐雨薇眼神一闪，看向沙发上的男人，一瞬间谢景城全都明白了，他骂唐雨薇是贱人，骗了他。他冲过去扯着唐雨薇的头发，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原来唐雨薇从未真正爱过他，他的那些甜言蜜语都是假的，他爱的只有他背后的钱和权，而他被他骗得团团转，为了这样一个贱人，失去了他本该拥有的一切。周总从沙发上神色自若地站起来，对他轻蔑一笑，他说打女人算什么本事，还说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人家小姑娘也没错，跟着他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呢？他还嘲讽谢景城，当初唐雨薇勾勾手指，他也就上了当，还为此丢了工作，这都是他自找的报应，怨不得别人。谢景城失了神一般，低声呢喃着报应两个字，是了，这就是报应。酒劲上来，他的脑袋一片混乱与痛楚，望着眼前这两个苟合的男女，他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，既然是报应，那就一起去死吧。他抡起手里的酒瓶，狠狠朝男人头上砸去。1个小时后，警车驶进这个破旧的小区，带走了一具尸体以及一个被打到流产大出血的女人，而凶手谢景城带着一个血淋淋的酒瓶，大喊大叫的冲到晨星公司的楼下，疯了般的喊着我的名字。彼时我正和萧炎敲定后续合作的一些细节，隐隐约约听到了声音，可等我走到落地的玻璃窗边往下看时，却只看到了一个人，似乎正被押上警车，随后很快离开了。前台告诉我，只是一个喝醉酒的疯子跑来闹事，已经处理好了。我答应了一句，没有追问。谢景城、唐雨薇，亦或是其他任何一个人，不管是谁，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，都和我没有关系了。项目启动仪式定在晨星集团总部大楼的顶层宴会厅，时间选在了一个晴好的周五。我提前半小时抵达现场，逐一核对流程细节，确认每一处环节都没有疏漏。萧炎比我到得更早，正和现场的工作人员对接媒体接待的事宜。看到我进来，他停下脚步朝我走来，手里拿着一杯温度刚好的温水。他将水杯递到我手里，指尖不经意间擦过我的指腹，带着恰到好处的温度，没有半分逾矩。我接过水杯，道了声谢，目光扫过宴会厅里井然有序的布置，心里的最后一丝忐忑也落了地。这场与慕云科技联合打造的跨境供应链项目，是我进入晨星总部后主导的第一个核心项目，也是我彻底撕掉董事长女儿标签，凭实力站稳脚跟的关键一战。父亲站在宴会厅的落地窗前，和萧叔叔低声交谈着什么，目光落在我身上时，眼里满是藏不住的欣慰。他从未在工作上给过我任何特殊优待，从子公司的基层岗位做起，到部门经理，再到项目负责人，每一步都是我自己实打实拼出来的。直到这个项目敲定，他才真正松了口，将集团海外业务的核心板块逐步交到了我的手里。启动仪式办得圆满又顺利，业内合作方媒体都悉数到场。项目的细节一经公布，就在行业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晨星与慕云的联手，打破海外供应链长期被外资垄断的局面，也让我的名字彻底在业内打响。仪式结束后的庆功宴上，徐钊端着酒杯走到我身边，他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赞叹，和我轻轻碰了碰杯，说当初和我一起决定放弃明达转谈慕云的时候，他心里其实也没底，没想到我真的把这件事做成了。我笑着抿了一口杯中的无酒精气泡水，心里清楚，这一路看似顺风顺水，实则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从最初被谢景城和唐雨薇在酒局上刁难，到撕毁3亿合同，再到远赴海外谈下慕云的合作，中间但凡有一步走错，都不会有今天的结果。庆功宴散场时，夜色已经深了，萧炎开车送我回家，车子平稳行驶在滨海大道上，车窗半降，带着咸湿气息的晚风拂进来，吹散了几分酒意。他没有急着和我聊工作，也没有说那些暧昧不清的话，只是安安静静的开着车，偶尔和我聊几句无关紧要的日常。车子停在公寓楼下时，他忽然从副驾拿出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递给了我，盒子里是一条设计简约的星月项链，没有多余的装饰，却精致的恰到好处。他说这是项目启动的贺礼，也是恭喜我得偿所愿，开启新的人生阶段，是我对你最真心的祝福。我接过盒子，指尖触碰到冰凉的金属外壳，心里泛起一阵暖意。谢景城和我在一起5年，从未真正记住过我的喜好，送的礼物永远是市面上最流行的爆款，却从不知道我从来只喜欢这种简约低调的设计。而萧炎只凭着年少时的几分记忆和相处中的点滴观察，就精准地拿捏住了我所有的喜好。我没有立刻拒绝这份礼物，也没有急着给出什么回应，只是再次向他道了谢，告诉他我很喜欢。他看着我笑了笑，眼里没有丝毫的急切，只说我喜欢就好，让我早点上楼休息，有什么事随时给他打电话。我转身走进公寓楼，在电梯里看着他的车缓缓驶离，指尖摩挲着项链的盒子，心里那道紧闭了许久的门悄悄裂开了一道缝。第2天一早，我刚到办公室，就收到了助理递来的法院判决书，是关于谢景城故意杀人案的1审判决。法院最终认定谢景城故意杀人罪成立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助理把
判决书放在我桌上时，语气里带着几分小心翼翼，生怕我看到这些内容会情绪波动。我却只是平静地翻开判决书，扫了一眼最终的判决结果，就随手合上放在了一边。我的心里没有丝毫的波澜，没有报复的快感，也没有丝毫的怜悯，就像看到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的结局。从他为了唐雨薇一次次纵容伤害我的时候，从他在酒局上放任助理对我恶意羞辱的时候，从他在我失去孩子最脆弱的时候，依旧只想着维护唐雨薇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已经彻底从我的人生里剔除了。他如今落的这个下场，是他自己一步步选的，怨不得任何人。助理见我神色平静，才松了口气，又跟我汇报了唐雨薇的近况。唐雨薇被打至流产后，身体落下了严重的病根，再也无法生育。周总的原配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直接带着人找到了唐雨薇的住处，不仅当众揭穿了他插足别人婚姻、恶意骗钱的所有事情，还收集了证据，以非法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为由，将他告上了法庭，追回了周总私下转给他的所有钱款。唐雨薇没了钱，没了孩子，身体也垮了，在本地彻底待不下去，只能灰溜溜的回了老家。可他在网上造谣辱骂同事，恶意插足别人感情的事情早就传了回去，老家的亲戚邻里都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，没人愿意搭理他。他的父母觉得他丢尽了家里的脸，直接把他赶出了家门。最后听说他只能在县城的小餐馆里打零工，端盘子洗碗，拿着微薄的薪水勉强维持生计，日子过得潦倒又狼狈。我听完这些，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，让助理把这些文件归档处理，以后不用再特意跟我汇报这两个人的事情。于我而言，谢景城和唐雨薇就像是两颗不小心掉进我人生里的尘埃，风一吹就散了，再也不值得我分出半分注意力。处理完这些琐事，我立刻投入到了项目的推进工作中。跨境供应链项目看似前景光明，实则处处都是坑。项目启动不到1个月，就遇到了第一个大麻烦。海外最大的冷链合作商突然单方面宣布终止合作，给出的理由含糊其辞，只说内部业务调整，无法继续履约。可我们早就和对方签好了正式的合作协议，所有的前期筹备工作都已经完成。冷链运输是整个项目最核心的环节，对方突然毁约，直接导致整个项目都面临停滞的风险。消息传回来，整个项目组都慌了神。合作终止的消息一旦泄露，不仅项目会受影响，晨星和暮云的股价也会出现大幅波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项目组的成员连夜开会，想了无数个解决方案，要么是合作商的资质达不到要求，要么是对方开出的条件太过苛刻，根本没有可执行性。连续熬了2个通宵，依旧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。项目组的成员个个都面露疲惫，眼里满是焦虑。我看着满屋子的人，心里清楚，越是这种时候，我越不能慌。我让所有人先停工休息半天，养足精神，再回来工作，自己则留在办公室里，翻遍了全球符合资质的冷链合作商资料，对着海量资料逐一筛选，比对每一家的合作条件与资质。萧炎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正在海外出差处理暮云的分公司业务，他没有在电话里说太多安慰的话，只是第一时间让暮云海外团队整理资源，把所有合作过的冷链商资源全部整理好发给了我，又动用自己的人脉帮我联系了几家欧洲头部的冷链企业。他忙完自己的工作，已经是当地时间的凌晨，却依旧没有休息，陪着我一起核对合作商的资料，帮我分析每一家的优劣势，拆解合作条款，帮我规避潜在的合作风险。隔着时差，我们对着电脑屏幕熬了整整1个通宵，终于敲定了3家备选的合作商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他看着视频里满脸疲惫的我，轻声让我别硬撑，先去睡一会儿，剩下的对接工作他来处理。我看着屏幕里他眼底的红血丝，心里清楚，他刚结束一场10几个小时的跨国会议，连口气都没喘，就陪着我处理了一整晚的麻烦事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某个坚硬的角落彻底软了下来。我终于明白，好的感情从来都不是锦上添花的甜言蜜语，而是风雨来临时，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身边，和你一起扛。这是谢景城从来没有给过我的安全感。和他在一起的5年里，但凡工作上遇到一点麻烦，他只会指责我太强势，不懂变通，从来不会和我一起面对，更不会为我遮风挡雨。而萧炎从始至终都在用行动告诉我，不用怕，有他在。最终在萧炎的协助下，我们成功和欧洲头部的冷链企业达成了合作，对方给出的合作条件甚至比之前毁约的那家还要优厚，不仅解决了项目停滞的危机，还进一步优化了整个供应链的成本，让项目的盈利空间又提升了一大截。危机解除的那天，项目组的所有人都松了口气，在办公室里欢呼起来。我看着这群跟着我熬了无数个通宵的伙伴，心里满是感慨，当场宣布给项目组所有人发放双倍奖金，当场宣布给项目组所有人带薪休假3天。办公室里的欢呼声更盛了，徐钊站在我身边，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我这次算是彻底稳住了阵脚，以后总部再也没人敢质疑我的能力了。我笑了笑，心里清楚，这次能顺利度过危机，萧炎功不可没。萧炎从海外出差回来的那天，我亲自去机场接了他，我手里捧着一束他最喜欢的白色郁金香，站在出站口，看着他推着行李箱朝我走来，逆着光，身影挺拔，眉眼温柔。他看到我的时候，眼里闪过一丝惊喜，脚步都快了几分，快步走到我面前，接过我手里的花，低头闻了闻，眼里的笑意藏都藏不住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开着车，我坐在副驾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，忽然开口跟他说谢谢。他侧过头看了我一眼，笑着说跟他不用说谢谢，我的事就是他的事。车子停在公寓楼下，我解开安全带，没有立刻下车，而是转头看向他，认真的问他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。他握着方向盘的手猛地一顿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难以置信的看向我，反复跟我确认，问我是不是认真的。我看着他眼里的震惊和小心翼翼，笑着点了点头，告诉他我是认真的。他忽然俯身过来，轻轻抱住了我，动作克制又温柔，像是怕惊扰了什么珍宝一样。他在我耳边低声说，他等这句话等了10几年了。我才知道，原来从年少时他就一直喜欢我，只是后
后来我随父亲出国，和他断了联系。再回来时，我的身边已经有了谢景城，所以他只能把这份喜欢藏在心里，以朋友的身份默默陪在我身边，看着我幸福，也在我被伤害的时候第一时间站出来，做我最坚实的后盾。和萧炎在一起后，我的日子变得愈发温柔安稳。他从来不会干涉我的工作，反而会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最专业的建议和最有力的支持。他会记得我所有的小习惯，知道我芒果过敏，所以和我在一起的每一顿饭都会提前跟餐厅确认，所有菜品都不能接触芒果。知道我胃不好，工作忙起来总忘了吃饭，他会每天亲手做好便当送到我的办公室。他会看着我吃完才放心离开。知道我对亲密关系有不安，他从来不会逼我做任何我不愿意做的事，一步步的陪着我慢慢打开心结，给我足够的安全感。他会在我加班到深夜的时候，安安静静的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处理自己的工作，陪着我一起下班。会在我因为项目压力大睡不着觉的时候，轻轻抱着我，给我读财经新闻，直到我安然睡去。他给我的爱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，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，是事事有回应，渐渐有着落的安稳。父亲和萧叔叔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消息后，都十分开心。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，饭桌上，父亲看着我眼里的笑意，端起酒杯和萧叔叔碰了碰，说把我交给萧炎，他很放心。萧炎坐在我身边，紧紧握着我的手，跟父亲保证，这辈子一定会好好对我，绝不会让我受一点委屈。我看着他认真的模样，眼眶微微发热，心里清楚，这一次我没有选错人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和萧炎的感情稳定又甜蜜，事业也一路高歌猛进，跨境供应链项目运营得十分顺利，上线半年就实现了盈利，项目营收远超预期，成了晨星集团年度最核心的盈利项目。我也凭借这个项目成功当选晨星集团的执行董事，正式进入集团的核心决策层。业内所有人都知道，晨星集团的这位女继承人不是只会靠着父亲光环的温室花朵，而是真正有能力、有手腕、能扛事的掌舵人。再也没有人会拿我的性别、我的出身说事，所有人提起我都会尊称一句沈总。徐钊也借着这次和慕云的合作，把自己的公司做得风生水起，成了业内有名的女企业家。我们依旧是最好的合作伙伴，也是最好的朋友，会一起聊工作，一起喝下午茶，一起吐槽行业里的奇葩事，也会在彼此遇到困难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闲暇的时候，萧炎会带着我去世界各地旅行，去看冰岛的极光，去看普罗旺斯的花海，去看瑞士的雪山，去看热带的海岛。我们会一起去当地的海鲜市场挑最新鲜的食材，回到民宿一起做饭，日子过得悠闲又惬意。我再也不是那个在感情里委曲求全，被亲情和爱情伤得遍体鳞伤的沈繁星了。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样子，经济独立，精神自由，有热爱的事业，有真心待我的爱人，有3两好友，有安稳幸福的生活。这年冬天，外婆的忌日，我独自一人回了老家。外婆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真心疼我、无条件对我好的亲人。小时候，父母忙着在海外打拼，哥哥被爷爷奶奶宠得无法无天，只有外婆会偷偷给我塞糖，会护着我不让哥哥欺负，会跟我说我们星星以后一定会有大出息，会过得开开心心的。也是外婆离世的那个夜晚，我被谢景城和唐雨薇伤得彻底看清了那段感情的真相。我在外婆的墓碑前放了一束她最喜欢的白菊，蹲在那里跟她说了很多话，跟她说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事业做得很成功，遇到了一个真心待我的人，再也不会受委屈了。跟她说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，活成了她希望的样子。风拂过墓园里的松柏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是外婆在轻声回应我。我在墓碑前站了很久，直到夕阳西下才转身离开。走出墓园的时候，萧炎正站在车边等我，手里拿着一件厚厚的外套。看到我出来，立刻快步走上前，把外套披在了我的身上，将我冰凉的手揣进他的口袋里暖着。他没有多问我和外婆说了什么，只是轻轻揉了揉我的头发，跟我说他订好了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那家馄饨店，带我去吃。我靠在他的怀里，听着他沉稳的心跳，心里满是安稳。我终于和过去的自己和解了，不是原谅了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，而是放过了自己。我不再执着于过去的伤害，不再纠结于付出真心却换不来回报，不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。那些打不倒我的，终究都让我变得更加强大。从老家回来后不久，萧炎在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海边跟我求了婚。他没有搞盛大的求婚仪式，只是在海边铺满了我最喜欢的花，白色郁金香在落日余晖里。他单膝跪地，拿出了一枚设计简约的钻戒，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。钻戒的内壁刻着我们2个人名字的首字母，还有我们年少时第一次相遇的日期。我看着他眼里的紧张和期待，笑着点了点头，伸出手让他把钻戒戴在了我的无名指上。他站起身，紧紧地抱住我，在海边的晚风里一遍遍地跟我说我爱你。婚礼定在第2年的春天，在一个临海的小教堂里，只邀请了双方的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。父亲牵着我的手把我交到萧炎手里的时候，眼眶红了，跟萧炎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有我这个女儿，他让萧炎一定要好好待我，永远不要让我受委屈。萧炎紧紧握着我的手，郑重地点了点头，跟父亲保证他会用一辈子去爱我，守护我。婚礼上，徐钊作为我的伴娘，看着我穿着婚纱的样子，红了眼眶，说我终于苦尽甘来，遇到了真正对的人。我笑着抱了抱他，心里满是感激。如果不是当初他义无反顾地站在我身边，陪我一起放弃明达的合作，远赴海外谈慕云的项目，我也不会走得这么顺利。婚礼结束后，我和萧炎去了南太平洋的小岛度蜜月。我们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去海边浮潜，去看日出日落，去逛当地的集市，日子过得慵懒又幸福。躺在海边的沙滩上，看着湛蓝的天空，萧炎从身后轻轻抱着我，下巴抵在我的发顶，跟我说以后的每一天他都会让我这么开心。我转过身，吻了吻他的唇角，心里满是幸福。我曾经以为我的人生会困在那段糟糕的感情里，困在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里，一辈子都走不出来。我曾经以为真心换真心，只要我足够包容，足够付出，就能
能换来同等的爱和尊重，直到被伤得遍体鳞伤才明白，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回报，不是所有血缘都代表亲情，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能善始善终。及时止损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，当断则断，才能摆脱烂人烂事，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。蜜月结束后，我们回到了国内，依旧按部就班地忙着自己的事业，也用心经营着我们的小家庭。萧炎会把所有的温柔和耐心都留给我，却也会在工作上和我据理力争，做我最旗鼓相当的对手，也做我最志同道合的伙伴。我们会因为工作上的分歧争得面红耳赤，也会在争完之后相视一笑，一起去厨房煮一碗面。我们是爱人，是战友，是知己，是彼此生命里最不可或缺的人。2年后，我生下了一对龙凤胎，哥哥像萧炎，性格沉稳内敛；妹妹像我，性格灵动活泼。父亲和萧叔叔看着2个孩子，笑得合不拢嘴，恨不得把所有好东西都捧到孩子面前。我和萧炎依旧没有放下自己的事业，却也从来不会缺席孩子的成长。我们会一起陪孩子读绘本，带孩子去公园玩，一起去旅行，去看遍这个世界的风景。我会教女儿独立清醒，教她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，教她不要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。我会教儿子尊重女性，教他责任与担当，教他真心待人，永远不要做伤害别人的事。我绝不会让我的孩子经历我童年时的不公，也绝不会让我的女儿承受我曾受过的情伤。又是一年除夕，窗外烟花漫天，屋里暖意融融。萧炎在厨房里陪着2个孩子包水饺，父亲和萧叔叔坐在客厅里下棋。我靠在厨房的门框上，看着眼前温馨的一幕，嘴角忍不住扬起满满的笑意。萧炎抬头看到我，擦了擦手上的面粉，快步走到我身边，轻轻吻了吻我的额头，问我怎么站在这里，是不是身体累了？我摇了摇头，靠在他的怀里，听着屋里的欢声笑语，看着窗外绚烂的烟花，心里满是圆满。前半生我困在泥泞里，被辜负，被伤害，被最亲近的人一次次推入深渊。后半生我挣脱了所有的枷锁，斩断了所有烂人烂事，活成了自己的光，也遇到了能和我并肩而立的人，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遍人间烟火的人。我终于明白，人生这趟旅程从来都不是靠别人来成全的，能把你从深渊里拉出来的从来都只有你自己，只有你自己不放弃自己，生活才会给你惊喜。往后的岁岁年年，我依旧会为自己而活，热烈而自由，温柔而坚定。孩子们3岁那年第一次见到了大海，哥哥牵着妹妹的手踩在细软的沙滩上，小脚丫被浪花打湿，也只是咯咯的笑，半点不怯声。萧炎跟在2个孩子身后，寸步不离，目光里满是温柔，生怕2个小家伙脚下打滑摔在沙滩上。我坐在遮阳伞下，看着眼前这温馨的一幕，指尖轻轻摩挲着无名指上的婚戒，笑意从未散去。哥哥性子沉稳，像极了萧炎，3岁就有小大人的模样。妹妹跑远了，会立刻追上去，手里攥着她爱吃的零食，护着妹妹不被海边的其他小朋友欺负。妹妹灵动活泼，像极了小时候的我，却比我多了太多底气和娇憨，知道永远有人在身后护着她，所以敢肆无忌惮的跑，肆无忌惮的笑。傍晚时分，夕阳把海面染成了温柔的橘色。萧炎一手抱着睡着的妹妹，一手牵着蹦蹦跳跳的哥哥。我走在他身侧，被他空出来的手紧紧牵着，掌心相贴，暖意从指尖一直蔓延到心底。回民宿的路上，哥哥仰着小脸跟我说，以后还要来看大海，还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更多的地方。我蹲下身，揉了揉他柔软的头发，认真的点了点头，答应他以后每年都会带他们出来看世界。我童年里缺失的陪伴与偏爱，我要加倍的补在我的孩子身上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他们生来就是被爱的，不用小心翼翼的讨好谁，不用捡别人剩下的东西，不用在委屈的时候独自硬扛，他们可以永远做自己，永远有退路，永远有家可回。回到民宿，把2个孩子哄睡后，我和萧炎坐在露台藤椅上，看着远处海面的渔火，轻轻碰了碰手里的酒杯。他跟我说，国内的分公司新研发了一套溯源系统，可以让消费者实时看到海鲜从捕捞到上桌的全流程，问我要不要一起合作，把这套系统接入我们的供应链体系里。我眼睛一亮，立刻来了兴致，和他就着海风聊起了系统的细节和落地的可行性。结婚3年，我们依旧是彼此最合拍的合作伙伴，也是最懂彼此的灵魂伴侣。我们从不会因为婚姻和家庭放弃自己的事业和追求，反而会彼此扶持，彼此成就，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，也在并肩前行的路上越走越近。这套溯源系统，我们前后打磨了整整8个月，从基础研发到试点落地，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。系统正式上线那天，在行业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，我们成了国内首个实现海鲜全链路可视化溯源的企业，从根源上杜绝了以次充好、虚假宣传的各类问题，彻底改写了行业的规则。发布会结束后，徐钊笑着走到我身边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说我又一次刷新了行业的天花板。他的公司如今已成了我们供应链体系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。这些年，我们一起踩过坑，一起打过硬仗，也一起分享过成功的喜悦，早已成了过命的交情。发布会的庆功宴上，业内的同行纷纷过来敬酒，纷纷说着恭维和敬佩的话。我从容地应对着所有的寒暄，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在酒局上的沈繁星，要靠着男友撑腰，还要被他的助理当众羞辱的那个沈繁星了。如今的我站在行业的顶端，靠的从来都不是晨星集团董事长女儿的身份，也不是萧炎妻子的名头，而是我自己一步一个脚印，实打实拼出来的成绩。庆功宴散场时，萧炎开车来接我，看到我喝了酒，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包，把温水递到了我的手里。他从不会因为我在外面独当一面就觉得我强势不可理喻，反而会心疼我背后付出的所有辛苦与不易，会在我累的时候做我最安稳的港湾。车子行驶在深夜的街道上，我靠在副驾上，看着窗外流光溢彩的街景，忽然收到了一封特殊的邮件。邮件是监狱那边寄来的，里面是谢景城写的一封信。我看着信封上的名字，指尖没有半分停顿，甚至连拆开的欲望都没有半分，直接让萧炎把车停在了路边的垃
垃圾桶旁，随手把那封信扔进了垃圾桶里。这些年，谢景城在监狱里前后寄来过很多封信，起初是歇斯底里的咒骂和怨恨，骂我毁了他的人生，骂我心狠手辣，不念旧情。后来是声泪俱下的忏悔和道歉，说他知道错了，说他后悔了，求我看在过去5年的情分上，帮他求情，让他能早点出狱。可我从来没有拆开过任何一封信，也从来没有给过他任何回应。于我而言，谢景城这个人，早在他选择维护唐雨薇，任由我被羞辱的那个晚上，就已经死在了我的人生里。他如今的下场是他自己亲手选的，是他为自己的自私、贪婪和愚蠢付出的该有的代价。我不会因为他的几句忏悔就忘记他曾经带给我的伤害，更不会圣母心泛滥去帮一个曾经把我推入深渊的人扔了信。我重新坐回车里，萧炎没有多问一句关于信的内容，只是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重新发动了车子。他从来不会追问我的过去，也不会介意我曾经的经历，只会尊重我的所有决定，守护好我现在的生活。车子缓缓驶进小区，我看着身边这个男人，心里满是庆幸当年的我有及时止损的勇气，有斩断烂人烂事的决心，才没有困在那段糟糕的感情里，才遇到了真正懂得珍惜我的人。回到家，2个孩子已经被保姆哄睡了，小脸蛋红扑扑的，睡得格外香甜。我和萧炎轻手轻脚的洗漱完，躺在孩子们旁边的小床上，相视一笑，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温柔与安稳。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的往前走，平淡又幸福。我在事业稳步发展的同时，也发起了一个女性创业扶持计划，专门为那些想要创业却没有资金、没有资源的女性创业者提供资金扶持、技术指导和供应链资源。我见过太多女性因为婚姻、因为家庭、因为世俗的偏见，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，困在方寸之地里，磨灭了自己的光芒。也见过太多像我当年一样，在感情里委曲求全、被否定、被伤害，却不敢抽身离开的女孩。我想拉她们一把，想让更多的女性知道，我们的人生从来都不是只有结婚生子这一条路，我们不必依附于任何人，也能活成自己的太阳。徐钊是第一个加入这个计划的人，他拿出了自己公司的资源，和我一起搭建创业扶持平台，帮那些有想法、有能力的女性创业者实现自己的梦想。计划上线的第1年，我们就扶持了20多个女性创业项目，涵盖了餐饮、科技、文创等多个领域。年终的分享会上，一个20多岁的女孩站在台上，红着眼眶跟我说，是我让她知道女孩子也可以，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勇敢的去闯自己的事业。看着台下一张张年轻又坚定的面孔，我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自己，那个刚从海外回来，瞒着父亲从子公司基层做起，一腔孤勇，却又在感情里屡屡妥协的自己。如果当年能有一个人告诉我，女孩子不用委曲求全，不用靠任何人，也能闯出一片天，或许我能更早的清醒，更早的挣脱束缚。而现在我成了那个撑伞的人。分享会结束后，萧炎抱着2个孩子站在台下等我，妹妹看到我，立刻张开小手，奶声奶气的喊着妈妈，朝我扑了过来。我蹲下身接住她，在她软乎乎的小脸上亲了一口。哥哥也跟了过来，把手里攥着的一朵小花递到了我的手里。萧炎走到我身边，低头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亲吻，跟我说，我今天真的很棒。夕阳透过落地窗洒在我们一家人身上，画面里的光影温暖又耀眼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孩子们慢慢长大，上了幼儿园，认识了新的小朋友，学会了新的儿歌和汉字。哥哥依旧沉稳懂事，会在妹妹被老师批评的时候站出来替妹妹解释，会把幼儿园发的小饼干偷偷藏起来带回家给我吃。妹妹依旧活泼开朗，是幼儿园里的小开心果，会在我下班回家的时候扑到我怀里，跟我说妈妈辛苦了，会用稚嫩的小手给我捏肩膀。他们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长成了善良、勇敢、有担当的小朋友。而我和萧炎也在岁月的打磨里感情愈发深厚。我们会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把2个孩子托付给父母，回到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海边，重温当年的心动。会在工作遇到瓶颈的时候彼此给对方提建议，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，做彼此最坚实的后盾。会在孩子们睡着后窝在沙发上看一场老电影，聊一聊年少时的趣事，就像2个普通的夫妻过着最平淡也最幸福的日子。我也偶尔会从亲戚的口中听到关于唐雨薇的消息，她在县城的餐馆里打了几年零工，后来又跟着别人去了外地的工厂打工，没日没夜的在流水线上干活，拿着微薄的薪水，日子过得十分拮据。因为无法生育，她谈过几个对象，最后都无疾而终，身边也没有一个真心待她的人。当年那个仗着有几分年轻姿色就想着走捷径，靠着男人上位，肆意伤害别人的女孩，最终还是为自己的恶毒和贪婪付出了代价。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没有半分波澜，既没有幸灾乐祸，也没有丝毫的同情。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这年秋天，父亲正式卸任了晨星集团董事长的职位，在集团董事会的全票通过下，我接下了这个担子，成了晨星集团最年轻的董事长。就职典礼那天，我站在台上，看着台下数百名员工，还有坐在第1排的父亲萧叔叔、萧炎和徐钊，心里百感交集。我想起了当年撕毁3亿合同的那个晚上，想起了远赴海外谈合作的那些日夜，想起了项目遇到危机时熬的那些通宵，想起了一路走来的所有风雨和坎坷。我终于靠着自己的努力，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，活成了能让父亲骄傲的女儿，活成了能给孩子做榜样的母亲，活成了能和爱人并肩而立的妻子。典礼结束后，萧炎牵着我的手，和我一起走在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。他跟我说，他永远会是我最坚实的后盾，无论我想做什么，他都会陪着我。我靠在他的肩上，看着窗外的万里晴空，嘴角扬起了一抹释然又坚定的笑。前半生的风雨早已化作了我成长的养分，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，那些让我辗转难眠的夜晚，那些让我心碎的瞬间，最终都成了我脚下的路，让我站得更高，走得更远。往后的人生，我依旧会带着热爱与勇气往前走，不回头。山河辽阔，人间值得，我终将在自己的节奏里活成最耀眼的模样。